這是最反常的任命。一個大字不識的農民，竟然能當國務院副總理，連文件都看不明白，發言全靠秘書代筆。他能走進國家權力中心，離不開3位貴人的支持。第一位貴人是陶魯嘉。1964年3月，山西省委書記陶魯嘉向毛主席匯報工作時，說了一句改變陳永貴一生的話：我做一輩子農村工作，所碰到的農民沒有一個能夠抵得上陳永貴。陶魯嘉可是老革命了，抗戰時期就在晋察冀搞農村工作，土改合作化運動他都是主力幹將，能被他高度誇讚，陳永貴的能力可想而知。1963年8月，大寨遭遇100年不遇的洪災，大寨村60%的房屋倒塌，大半梯田被毀，全村300多人擠在大柳樹下避難。所有人都以為大寨完了，但陳永貴卻創造了奇蹟。他提出3不要：3不少，不要國家救濟款，不要救濟糧，不要救濟物資，向國家賣糧不少，社员口糧不少，集體庫存不少。在他的帶領下，大寨不僅沒要國家1分錢救濟，還向國家交售了24萬斤糧食，人均800斤，接近當時全國人均水平的3倍。毛主席得知後極為震撼，派工作組核實，結果不僅證明數據屬實，陳永貴還主動隱瞞了部分產量，實際更高。但陶魯嘉看中陳永貴，不只是因為糧食產量，更因為他的管理才能。1952年，在人人都想強強聯合的時候，陳永貴卻把村裡的老弱病殘組織起來，成立了老少組，結果產量竟比其他組高出30斤。他42歲才開始認字，卻能把毛主席的講話一字不差地背下來，而且運用得恰到好處。面對受災後痛哭的村民，他脫口而出：毛主席講過，人是最可寶貴的，只要有了人，一切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。陶魯嘉把這些都告訴了毛主席，毛主席立即決定樹立大寨為全國典型，還特意邀請陳永貴參加了自己的生日宴會。第2位貴人是周恩來。1966年文革爆發，紅衛兵湧入大寨，基層幹部紛紛被批鬥。陳永貴寫信給毛主席，建議不要批鬥農村幹部，卻沒有回音。年底，陳永貴帶着1筐蘋果求見周恩來，周恩來交給他一個絕招：你說自己是毛主席樹立的典型，誰反對你就是反對毛主席。果然，紅衛兵一聽說陳永貴是毛主席的人，立刻改變態度，不僅不批鬥，還保護起大寨來。1967年，山西造反派奪權，周恩來親自點名，讓他進入山西省革委會，一躍成為省級領導。1973年，又是周恩來提議，讓陳永貴進入中央委員會。第3位貴人則是毛主席。1975年，毛主席決定讓陳永貴當國務院副總理，主管農業。消息傳出，中南海震動，反對聲四起，理由很直接：陳永貴文化水平太低，連文件都看不懂，怎麼管理國家？但毛主席一句話定調：陳永貴不識字，但他懂農業，懂農民，這比識字重要。就這樣，在3位貴人的支持下，陳永貴從農民走上國務院副總理崗位。但隨着這3個人相繼離世，陳永貴的命運又將如何？請點擊頭像進入主頁，下集繼續為您揭曉。